大家好，这是旭日梦啊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做2025年4月份最新的模组推荐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依然是感谢观众老爷们通过赞助方案给予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各位。想要加入感谢名单小伙伴可以看一下置顶评论。另外，终于收到返图了，这个呢是鼠标垫的返图。好了，正片开始。首先呢是一款国人模组，无限制宣战。订阅开启该模组后，在军队集结时、活动进行时和金钱资源为负时都可以宣战啊，想怎么宣怎么宣。第二个伏击，当你的敌人或者仇敌什么的在你附近旅行时，可以派骑士去直接砍死的啊，但是这样的不够正义啊，你也可以花钱让匪徒去杀他。再正义一点的啊，你可以发通行。我的建议呢是不要这样仁义，因为你旅行通过敌人土地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会想怎么对付你。中文整合于集成汉化。第三个整合头衔。可以花费金币和威望将头衔合并到一起，等级越高头衔会花费越多资源。经测试可以实现一个帝国只有一个王国，一个王国只有一个公国啊，一个公国有上百块国际礼的效果。中文整合于无一汉化。第四个总是能移动首都，国人制作一个小功能模组，效果呢如名字所示啊，随时可以通过决议去移动首都，可以按需订阅。第五个更快的过渡，这个模组真的是解决了痛点。礼物大会之类的活动的过渡动画有印象吗？过渡时长啊，原本是 7.3 秒啊，你第一次和第二次看无所谓，多来几次真的容易烦，因为这个间隔太长了。订阅模组后 7.3 秒的过渡会缩短成 1.2 秒，这个就短很多，适合很多了。发布后的1个月收获了5000多订阅，真的是做到玩家心里了。第六个切割地图，这个切割的很针对了啊，普波、西伯利亚和原始的非洲都被删除了，只保留的玩家可能会玩到了热门地区，对性能肯定是有一定提升的，大家可以按需订阅。第7个 Sigma 国王整活的一个小模组啊，订阅启用后，所有的贵族都会成为 Sigma 面孔，就这样子啊，很搞的一个小模组。第8个雇佣无地冒险者，在你扮演冒险者时，可以接到领主的合同，可是当你成为领主之后，和冒险者就没有这种互动了啊，这个模组改变这一现状。当你首都附近有冒险者的时候，可以约见他们啊，给予他们合同，他们呢也可以接你的合同，帮你做事。当然了，做成了就给钱，没做成就不给钱啊，天经地义。中文整合于集成汉化。第9个雇佣兵联络人，这个模组新增了一个和雇佣兵相关的特质，当你雇佣佣兵太多次的时候啊，这个特质就会出现了，并且会随着雇佣提升经验值。每集都有不同增益啊，还是很平衡的。中文整合于集成汉化。第10个廷臣的遗产。廷臣死了后呢，他们的财产会随之入土。你是否想改变这些现状呢？啊，如果想就订阅这个模组吧。启用后至少拥有35块钱的角色在死亡时会触发分遗产，如果没孩子就会平均分给所有家族成员，如果没有家族成员，那么配偶会拿到 85%， 剩下的 15% 会随着角色入土消失于世界。但如果连配偶都没有的话，那就是当地的牧师、领主和信仰领袖会随机的瓜分遗产。这种情况下，随着角色入土的比例会更高，可能消失一半。第11个小头宫廷职位界面，国人作者模组，唯一的效果呢就是如名字一样啊，宫廷职位界面紧凑了许多，不用滑动了，大家按需订阅即可。第12个皇室情妇，这个模组新增了一个宫廷职位啊，也就是情妇，仅启用于国王及以上的角色。描述里说呢，统治者通常会在婚姻外再娶个情妇啊。从16世纪开始呢，情妇甚至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宫廷职位，所以他也设计了这么一个情妇的宫廷职位啊。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订阅试一试啊。中文整合于集成汉化。第13个模型尺寸变更，这是一个系列模组，分别更改地图上的兵士模型为 0.75 倍、1.5 倍、3倍，旅行角色的模型也会更改，大家按需订阅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封面应该也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系列3个模组是我做的，记得点赞啊，点赞。第14个动态文章，我如果没有列错的话，开启这个模组后，地图显示的旗帜和徽记将会使用你的家族徽记，而不是头衔的徽记。具体的话，可以在游戏规则里改，甚至可以改为所有头衔都用领主的家族徽记。行政、神权、共和制不受影响。中文整合于无一汉化。第15个赛里斯文化，这个封面我真的没有分住，太扎眼了。新增一个中华传承的赛里斯文化。此外呢，还整合了汉人名字扩展、自尽和避孕3个模组啊，可以订阅试一试。第16个战争领主，在正常游戏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，就为什么随便一个招降来的农民叛军领袖，或者是通过廷臣婚姻拉来的野人都可以统领3军呢？
有没有觉得很不合理啊？再有呢，就是必须16岁才能做将领或骑士，这个点有没有觉得很不合理？岳飞之子岳云12岁参军随父抗金，张献忠之子李定国更是10岁就参加农民军了。慕容恪15岁领军，以少胜多，斩首3万敌军，威震华夏。哪怕是近代，日内瓦公约也只是限制了15岁以下不能参战。如果你觉得不合理，那就订阅这个战争领主模组吧。这里呢可以设置担任将领所需的身份背景，最低级是统治者、共治者和摄政可以领军，最高级呢包含了至亲、远亲、朋友和强力封臣。骑士和将领的年龄则是从10岁开始到16岁都可以选择。装了这个模组，在捏人时的其他特质里，前排呢有3个问号，这个是作者抄别的模组没删干净啊，不用担心，下次更新应该就删掉了。中文整合于集成汉化。第17个学者证后群，这个是我翻的，模组新增了5个可以穿特质，分别是外交、谋略、军事、学识和管理这5项的学者证。如果是外交学者证，那么除了外交能力会很高，其他的能力都会低一些这样子。中文搜索模组名字加中文汉化。好了，这17个就是整个3月所有模组中我推荐的了。如果对您有所帮助，记得3连加关注。另外就是看看爱发电吧。这里是徐日梦，下期见。